解密健康密码，让生活更美好。医生提醒，这7种害人不浅的生活习惯千万不要有，可惜很多人还不知道。在追求健康长寿的道路上，许多老年人煞费苦心，对各类养生保健知识了如指掌，热衷于尝试各种滋补品、保健操。然而，令人惋惜的是，他们却常常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栽了跟头。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，实则暗藏玄机，成为影响长寿的最大绊脚石。坏习惯1：饿了才吃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可在现实生活中，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并未将其放在心上。调查数据显示，在某社区针对500位老年人的饮食习惯调研中，竟有高达40%的老人经常不吃早餐。问及原因，多数人表示不饿就不吃。他们未曾料到，食物进入胃中后，通常仅停留4至5小时，一旦错过正常就餐时间，长时间空腹，胃内早已空空如也。此时，胃液却不会停止分泌，胃黏膜在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双重夹击下，无奈开启自我消化模式。长此以往，胃炎、消化性溃疡等疾病便悄然找上门来。就拿李大爷来说，他多年来都不重视早餐，总觉得不饿没必要吃，结果去年被查出患有胃溃疡，饱受胃痛折磨，这才后悔不迭。要知道，饮食规律、营养均衡可是养生保健的根基所在，如同高楼大厦的基石，缺了它，健康的大厦岌岌可危。坏习惯2：渴了才喝。水这一生命之源，在老年人的日常饮水习惯中却常常被忽视。日常观察发现，身边不主动喝水，非等到口渴难耐才端起水杯的老年人比比皆是。殊不知，当口渴感袭来时，身体其实已经发出缺水的警报，此时再补水已然有些迟了。生理学家依据大量研究郑重指出，每位老年人每天需饮水1500毫升左右，才能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。晨间或餐前1小时饮1杯水，益处多多。一方面，它宛如一位勤劳的清洁工，能将胃肠内残留的食物残渣、毒素等一扫而空，为即将到来的进食营造良好环境。另一方面，还能助力胃肠蠕动，让食物消化得更加顺畅，进而刺激食欲。据一项涵盖2000名老年人的健康追踪调查显示，有经常饮水习惯的老年人，便秘的患病率相较于不常饮水的同龄人低了30%，尿路结石的发病风险更是降低了40%。可见，主动饮水为身体及时续航是何等重要。坏习惯3：累了才歇。在忙碌的生活节奏里，许多老年人仿佛不知疲倦，总误把累当作休息的信号灯。实际上，当身体发出疲惫信号时，已然是过度疲劳的黄牌警告。过度劳累就像一把钝刀，悄无声息地削弱人体免疫力，让病毒、细菌等外敌有了可乘之机。张奶奶就是个典型例子，她为了帮子女照顾孩子、操持家务，整日忙得脚不沾地，从不主动休息，总觉得还能撑得住。结果一场流感来袭，全家其他人都安然无恙，唯独她病倒了，而且恢复得极为缓慢。究其原因，就是长期累积的疲劳拖垮了她的身体防线。所以，老年人在连续劳作一段时间后，务必给自己安排适当的休息时段，或是小憩片刻，或是舒展筋骨，让身体得以喘息、调整，方能保持良好状态。坏习惯4：困了才睡。夜幕降临，本应是身体休养生息之时，然而不少老年人却秉持着困了才睡的原则。困倦实则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，表明他已不堪重负，极度疲劳。长期忽视这一信号，等到困意汹涌来袭才匆忙上床，只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。生物钟一旦紊乱，睡眠质量便大打折扣，难以进入深度睡眠的修复车间，身体和大脑得不到充分滋养。如此恶性循环，记忆力减退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情绪烦躁等问题纷至沓来。
一项针对1500名老年人的睡眠研究表明，长期不规律睡眠的老人患神经衰弱的概率比作息规律者高出 25%， 失眠症的发病风险更是增加了 35%。故而，老年人应养成定时就寝的好习惯，每晚保证不少于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，让大脑在静谧的夜晚得到悉心呵护，重启活力。坏习惯5：急了才排。人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，新陈代谢产生的废料、大小便需要及时排出体外。可现实中，诸多老年人却不把排便排尿当回事，非要等到便意火烧眉毛时才匆匆奔向厕所。殊不知，大小便在体内多停留1刻，危害便多1分。粪便在肠道内滞留过久，水分被过度吸收，干结的大便极易引发便秘。而便秘又如同导火索，会进一步引爆痔疮、肛裂等肛肠疾病。尿液若长时间积聚膀胱，膀胱壁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，膀胱炎、尿道炎等泌尿系统炎症便接踵而至。更为可怕的是，粪便和尿液中的氨、硫化氢等有毒物质会趁机突破肠道、膀胱黏膜的屏障，被人体重新吸收，导致自身中毒，累及肝脏、肾脏等重要器官。据医学统计，长期憋便憋尿的老年人，大肠癌的发病风险比养成良好排便习惯者高出 50%。因此，老年人应像遵循生物钟一样，养成按时排便的习惯，尤其以晨间为佳。此时肠道蠕动最为活跃，顺势而为，为健康减负。坏习惯6：胖了才减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飞速提升，老年肥胖群体日益壮大。探究其根源，进食过量、营养过剩、缺乏运动堪称3大元凶。就拿社区组织的老年人体检数据来说，过去10年间，肥胖老人的占比从 20% 攀升至 30%。肥胖绝非仅仅关乎体态美观，它更像一颗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，大幅增加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骨关节疾病等诸多慢病的发病风险。可惜的是，许多老年人直到体重超标、行动日渐迟缓、疾病出现端倪时，才如梦初醒，着手减肥。此时，减肥之路往往荆棘丛生，过度节食可能引发营养不良、贫血，滥用减肥药抑制内分泌失调，胃肠功能紊乱。即便付出诸多艰辛，还时常遭遇减肥反弹的尴尬。其实，这些隐患完全可以在萌芽阶段被扼杀。老年人只需在日常生活中稍加留意，控制饮食量，拒绝暴饮暴食，合理搭配荤素，同时依据自身状况，选择散步、太极拳、老年操等适宜的运动方式，每周坚持3至5次，每次30分钟以上，便能防患于未然，与肥胖绝缘。坏习惯7：病了才治。在健康管理的战场上，预防胜于治疗这句箴言犹如金科玉律，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，更是意义非凡。许多老人秉持着能扛则扛的老观念，非要等到疾病缠身、症状明显时，才肯踏入医院大门。然而，此时病情往往已如脱缰野马，对身体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。以高血压为例，初期可能仅有偶尔的头晕、头痛，若未及时察觉并干预，随着血压持续飙升，心脏、大脑、肾脏等重要器官都会遭受重创，引发冠心病、脑卒中等致命并发症，治疗难度呈指数级增长，治愈率也大打折扣。据权威医疗机构统计，早期发现并治疗的疾病，治愈率可达 80% 以上，而等到症状显著时才就医，治愈率可能骤降至 30% 至 40%。因此，老年人平日里应将锻炼视为生活的一部分，像散步、慢跑、打太极等运动，既能增强体质，又能愉悦身心，提高自身抵御疾病的能力。同时，定期体检不可或缺，如同给身体安检，一旦捕捉到疾病的蛛丝马迹，便要第一时间就医，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中，开启健康长寿新篇章。